你身边总有这样的人，从不占人分毫便宜，待人始终赤诚坦荡，借出的钱财常石沉大海，自己受了委屈，也只是淡然一笑，睡前还在为他人的难处忧心，心性良善，本分从不害人，偏偏一生过得最是艰难。他们比谁都拼尽全力，起得比晨露更早，睡得比星光更晚，一生勤恳劳作，钱财却总是来去匆匆，机遇屡屡擦肩而过，到头来年入不敷出，勉强维系生计。反观另一些人，满口虚妄谎言，算计至亲挚友，坑害弱小无辜，偏偏财运亨通，车房俱全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。目睹这般景象，谁都会叩问苍天，这世间究竟还有没有公道可言？其实这份疑惑2000多年前佛陀早已给出答案。大宝积经有云，各一业因受苦乐报，随业受生，随业果报。随业流转，你的一生际遇、家庭出身、财富多寡、苦乐感受，皆由业力注定，这不是随机的命运，而是业力分明、因果昭彰的必然法则。虚云老和尚亦曾开示，因果之道，世间万物皆无法逃脱，善因结善果，恶因结恶果，分毫不会偏差。既然因果至公至平，那些忠厚老实的人究竟为何要承受这般苦楚？他们心性纯良，为何偏偏命途多舛？我们要知晓，佛家评判贫富，从不只看今生的拼搏，而是以三世因果的宏观维度核算今生的命格与财运，是前世业障的主导，今生种下的善因，行过的善事是来世业障的落笔。你以为眼见的只有当下，实则生命是一本跨越三世的账册，多数人却只窥见了中间这一页。今日我不讲空泛的善有善报，那番安慰太过廉价，我要带你看透心善却清贫的老实人究竟背负着何种因果，奸诈谋利的人究竟在透支何种福报。当你把三世账册合起细看，那个看似吃亏的人实则藏着无人知晓的深厚厚福。看完这番话，愿你能真正看破世事，也请你在评论区留下8字真言，随缘尽力，福报自来，让这份笃定扎根心底，不必艳羡他人的不义之财，不必感慨当下的清苦困顿，随缘尽力，你的福报早已在奔赴的路上。我认识一位名叫阿仁的石匠，祖传3代石艺，专做石板、石墙与石磨，这是实打实的苦力气活，每日天未亮便出门，扛着工具图步数里，到了工地一锤一凿，从早干到晚，手掌粗糙如树皮，虎口布满厚茧，脊背永远弯着无法挺直。阿仁16岁随父学艺，一手就是数十载。他没有过人的聪慧，却有最质朴的厚道，找他做工尽可放心，从不偷工减料。你要3块石板，他会多打1块备用，分文不取，工钱拖欠他，从不催促，只说宽裕了再给。曾有邻居家中顶梁柱病倒，5米下锅更无钱雇工，阿仁得知后默默上门劳作整日，分文未收，临走还从自家口粮里拿出1袋米，转身便走不留姓名。这般良善之人却一生清贫拮据，虽不至于挨饿，却始终手头紧巴，孩子学费总要东拼西凑，逢年过节餐桌也无丰盛菜肴。妻子偶尔抱怨，他只淡然笑说够吃就好，眼神里没有落寞与愤恨，只有平静通透。旁人说他是劳碌苦命，无财运再拼也无用，他听闻后也不多言，依旧低头凿石。与阿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同村的老许，此人自幼精明算计，6岁便会精于算账，售卖货品缺斤短两，却让人觉得实惠。长大后做生意投机取巧，唯利是图，不择手段。曾有公家分给贫苦人家的建房地皮，被老许托关系低价拿下，转手高价倒卖，谋取暴利，其中就有阿仁家的份额。阿仁知晓后未曾吵闹争执，只是沉默数日，依旧照常劳作，仿佛此事从未发生。老许靠不义之财风生水起，置地开店，产业颇丰，出入排场阔气，逢年过节大摆宴席，被村里人称作许老板。众人纷纷感叹，老许无学识无手艺，仅靠算计便腰缠万贯。阿仁忠厚勤恳，却一生清贫，苍天实在不公。年少时我也曾认同这般说法，可岁月流转，才看清事实真相，绝非如此。阿仁60岁时，家庭负担最重，2子成家，上老下小，经济压力倍增。就在此时，30年前他相助的邻居找上门来，当年那袋米救了邻居全家，
邻居如今生意有成，一心报恩，为阿仁的小儿子安排了稳定工作。小儿子进城立足后，将阿仁夫妇接去照料，家境自此慢慢好转。阿仁70岁时，两子事业安稳，孙辈聪慧伶俐，长孙学业优异，考入名校，进入优质单位，成为全村的骄傲。整个家庭从拮据困顿中稳步走出，每一步都踏实稳固。我在阿仁75岁时见过他，白发苍苍，脊背微驼，却眼神清亮，面带柔光，端坐院中捧茶，看孙儿嬉闹，笑容真切从容。我问他这辈子是否觉得吃亏，他缓缓说道：哪有亏不亏，欠的账总要还，还完了便自在。彼时我未懂其意，后来才彻底明了。再看老许，风光不过15载，便祸事连连。他的大儿子耳濡目染，行事比他更无底线，做生意铤而走险，欠下巨债，将老许半生积蓄赔得一干二净。老许中年后身体衰败，高血压、心脏病接踵而至，常年往返医院，医药费耗空剩余家财，晚年居所简陋，身边无真心照料之人，昔日酒肉朋友尽数散去，只剩他独自静坐出神。即便想通因果，也早已为时已晚。我讲阿仁与老许的故事，并非要说简单的善恶有报，而是要拆解背后的深层因果。阿仁漫长的清贫从何而来？他背负着什么？为何花甲之后才时来运转？孙辈又为何能崭露头角？这背后藏着极少人知晓的核心规则。早年还有一位守寡妇人，丈夫早逝，留两子，家无积蓄，靠种地缝补为生。即便自身困顿，也从未停止布施，手中仅有1把米，也分一半给更难的人。遇乞讨者便热汤相待，邻居有难第一时间相助，旁人笑他痴傻，他只淡然说：散出去的比存着的更安稳。这句话的深意是把福德存进永不亏空的因果账户。妇人的两子皆得以读书成才，成家立业后奉养母亲。妇人晚年衣食无忧，儿孙绕膝，安然离世，面带笑意。3个故事，3段人生，藏着同一个真理：清贫是暂时的，良善是累积的。这份累积或半一生，或跨3世，当下未得，不代表未曾拥有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接下来拆解核心真相，为何心善努力的人却偏偏命苦清贫？这背后有4个根本缘由。第一是福报承载力不足。佛家认为，人携福报入世，如同随身带着一只口袋，口袋的容量与存量由前世积累决定。前世吝啬布施，一味索取，今生的财富口袋便空空如也。这并非前世作恶，只是无缘行善，无力给予。这般人即便今生勤恳良善，也仅能温饱，难享大富，并非不努力，而是福报容器太小，承载不住过多钱财。财富如流水，容器过小便会尽数流走。《阿含经》有言：施一得万报，此乃布施之道。真正的财富从布施开始，每一次给予都在扩大福报口袋，提升承载力，来日方能承载更多福报。第二是细微习气暗藏业障。许多老实人心地良善，却有不易察觉的细微心念，这些心念形成无形障碍，比如长期自我否定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财富，遇事胆小退缩，错失良机，时常抱怨命苦，强化消极业力，过于心软无边界，被索取者耗竭精力财气，这些皆是心识障碍。切断机缘连结，打破障碍，无需变得算计，只需清洗自我设限，让心地开阔通透，相信自己值得美好。第三是家族共业牵引，家族气运是几代人心性言行念头累积的集体业力，若家族世代吝啬刻薄，损人利己，便会消耗整体福报，财气无法汇聚，即便个人心性良善，也难短期跳出格局，扭转需持续行善，耗时1代甚至2代。阿仁用一生善行慢慢扭转家族气运，福报最终显现在孙辈身上，这是因果的必然。第四是今生身为还债之身，前世亏欠的人情恩义钱财，今生需逐一结清，钱财莫名流失，意外耗损为他人承担，皆是还债之举，被特定之人牵绊，也是业力缘法牵引。还债并非坏事，还清之后方能轻装前行，欠账不还才会业力加重，后患无穷。这4个缘由合在一起，便知清贫老实人背负的从不是命苦，而是复杂的因果功课，有前世旧账，有今生偿还。
有家族共业，有习气清除，这是厚重的人生修行，并非人人可得。为何奸诈之人能轻易暴富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他们如同挥霍祖上积蓄的人，看似风光，实则在透支前世积累的福报。只出不进，只花不积，前世福报耗尽，便会业力清算。佛家称不义之财为凶财，凶财来得迅猛，却不属于自己，还会附带无形代价，或是身体病痛，或是家庭破碎，或是子女败家，有钱却心不安，富足却福薄，是这类人的真实写照。福报有总量，透支殆尽，便是命运崩塌之时老许的结局，便是最直白的印证，心善清贫之人实则藏着惊天厚福。佛家因果之中藏着3重深意。第一，今生清贫是重罪轻报，这是极大的慈悲。前世过错本应承受深重苦难，因今生良善厚道，被折算为清贫劳碌，以清苦抵消重业，高效偿还，因果旧账。第二，今生善举皆成福报，复利今生未得的财富回报，分毫不会消失，反而在因果账户中持续增值，来世以倍数兑现，成为大富大贵的根基。老实人是最有远见的因果投资者，累积的是跨越3世的稳固福报。第三，忠厚之人多是大器晚成，前半生清贫劳碌，善德累积到临界点，便会转运，日子稳步向好，且福泽能传承子孙。前人积德，后人享福，阿人孙辈的出息，正是他一生善行的福报显现。更珍贵的是，心善之人拥有用钱买不到的内心安宁，这是最深的福报。奸诈之人表面光鲜，内心惶恐不安，夜不能寐。良善之人问心无愧，睡眠安稳，笑容澄澈，行走世间清爽通透，心安即是福。这是修行者毕生追求的境界。老实人早已活在其中，看透这一切，便知心善清贫之人坐拥世间最厚重的福报。世间万事核心皆在心念与业力，心念定未来方向，每一个善念正念都在消灾积福，护佑平安，催生机缘。业力定当下处境，是前世今生的总和呈现，无奖惩之分，只是必经的修行功课。命运自有规则，有福之人无需算计，财富自来，无福之人强求，终是一场空，还会徒增烦恼。真正的富有从放下给予，心境开始，从不计较不较劲开始。穷而心善是积大福，在根基处筑牢人生；富而行恶是透支余生，在光鲜中掏空根本。世间所有看似不公，拉长到3世维度看，皆分毫不差，绝对公平。若你正处清贫困顿，正欲付出无报，不妨静心思量，你当下承担的是因果功课，当下累积的是未来后福。愿这番话能触动你，也请分享给身边心善努力暂未被命运眷顾的人，让他知晓从不是吃亏，而是在积攒最踏实的福报。最后请铭记，随缘尽力，福报自来，坚守良善，终得圆满。